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飞。今天我们聊的是台湾最年轻的死刑犯。1986年的1月25日，距离春节只有15天的时间了。台北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一切都呈现出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与此同时呢，在新生北路2段的137巷，一名18岁的公费师范生浑身散发的酒气，正颤颤巍巍地走向警区准备自首。原来就在刚刚，他亲手杀害了自己的老板和老板娘，就连老板2岁大的女儿也没有放过。1年后，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判处极刑。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有许多个人团体、媒体相继为他发声，并要求法务部枪下留人。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最终的结果又会是什么？主人公是台湾最年轻的死刑犯汤英生。汤英生来自阿里山特富野的潮族部落里，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原住民。而当时的台湾对部落的原住民有着极强的歧视情绪，通常这些原住民会被称为番仔或是山包，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些人就是野蛮人，天生的低人一等，所以剥削和压榨原住民的事在当时常常发生。话说回来，汤英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从小他就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来改变社会对族人的看法。从小学到中学，他一直得的都是县长奖，不仅成绩优秀，他还能歌善舞，甚至连县里的体育竞赛也是常常夺冠。很快，汤英生就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嘉义师专。但是直到来到了学校之后，他才彻底知道外界对他们到底有多不友善。例如，同学们丢了东西，老师总是会第一时间把所有的原住民学生集中起来，挨个审问，并指明说东西一定就是你们其中几个人偷的。或者是像这样的电瓶车双载，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但是如果发生在原住民的身上的话，也是得记过处理，而3次记过就很有可能直接劝退。所以尽管他努力地想撕下外界对原住民贴上的标签，但无奈大众错误的观感让他的求学阶段屡屡受挫，慢慢变得心灰意冷起来。爸爸也只好暂时给他办理休学手续，让他暂时回到部落休息一段时间。积极的汤英生显然不愿意就此在家中无所事事，于是他决定瞒着父亲，只身来到繁华的都市台北，一边打些零工一边学习。当时还没有各种各样的招聘 APP， 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和工作介绍所的中介服务是大多数求职者的第一选择。他也在报纸上找到了一个自己比较心仪的工作。报纸上说，新开幕中西餐厅急征小弟小妹各30名，免经验，供吃住，小弟需要14到19岁，小妹不限，月薪15000，工作单纯。15000台币，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高的薪水了。他盘算吃住都包了，要除去自己基本的生活开销，剩下的钱不就可以直接寄回家中，帮助父母分担生活压力了吗？就这样，他留下了一张字条后，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满怀希望地奔向了台北。而此时，迫切想要自力更生的汤英生，却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一步步走向了绝境的深渊。不久，汤英生父亲发现了儿子留下的字条，并从儿子房间找到了那张张天祥餐厅的招聘广告，依照照片上的地址找到了台北。来到台北后，汤英生父亲才发现，在他眼前的并不是什么月薪15000的西餐厅，而是一家看起来极不正规的职业介绍所。汤英生父亲找到了老板，但无论他怎么追问，老板都坚称自己没有见过，不知道。万般无奈，汤英生父亲只好暂时回到阿里山。而比汤英生父亲早步来到这里的英生，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餐厅，于是他走进介绍所，试图询问老板关于餐厅的事。这个老板姓邱，没错，餐厅的广告就是他投放出去的。他盯着眼前这个淳朴的小伙子，上下打量了一番，这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呀！他心想，今天要是不好好的宰汤英生一顿，他这个介绍所都算白开了。于是他对汤英生说道，餐厅啊还在装修，如果你愿意，我会先介绍你去一间洗衣店上班，也是15000台币的钱呢。但是呢，我会先收3500的介绍钱，到时候呢，用你第1个月的工资里面扣。汤英生哪里知道这些城里人的套路啊？他在心里默默地算出15000元，扣除3500元，1个月下来也能挣个1万多块钱，也不赖呀。于是他赶忙向老板道谢，并缴纳了1500元的保证金。随后，邱老板叫来了小小洗衣店的彭老板，他当场付清了剩下的2000元介绍金，并暂扣了
汤的身份证，对汤医生说道：“2000块的保证金，加上我绝对时的钱，总共是2200元。你写一个欠条给我，等你还了钱，我再还身份证给你。”天真的汤医生对此并没有多想，按照洗衣店老板的要求写下了欠条，并交出了身份证，随后便跟随老板来到了店里。来到店里后，他发现这里是一个充满剥削的洗衣店，在这里他每天至少需要工作17个小时，而最多的时候需要工作20个小时，洗衣送衣无限轮回，一天工作下来，想要好好睡个觉都是奢侈。不仅如此，最后他无法忍受的还是歧视问题。老板经常会用极其难听的字眼来辱骂汤医生：“你这个3点来人呢？我说给你钱，已经是我对你的施舍了，你还想怎么样？”就这样，他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天还没亮就得工作，夜深人静时，与他相伴的也只有孤独和泪水。时间来到第8天，他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剥削了，心想已经干了8天了，一天是500块，8天一共是4000块，还完欠下的2200块，还有1800，至少自己回去的车费算是有着落了。于是他鼓起勇气向老板提出辞职，并想要回自己的身份证。但令汤医生没有想到的是，老板竟以吃住的开销为由，向汤说道：“你是在我这儿白吃白住的吗？每天不得算你300块呀？想走可以，每一天200块，你就是欠我600块，你还得再干3天，不然你就别想走。你别忘了，都是我施舍你的，死番仔。”汤医生可压根就不知道还要补办身份证这回事儿，在他心里，没有身份证就是寸步难行，所以就算是这样，他也只能默不作声地继续干下去。那天，他在日记里零散地写道：“洗衣蒙难记，我立誓要离开这里。”这天晚上，汤医生一如既往地结束了自己超时的工作，拖着疲惫的身子行走在寂静的台北街头。他一连喝了5-6瓶的红露酒，因为他觉得酒精能够让他忘记一切烦恼。疲惫的汤医生回到店里以后倒头就睡，可刚睡下没多久，老板突然冲到房间里，把汤抓了起来：“喂，别睡了，衣服还没有洗完呢，快给我起来，死番仔！”因为接近过年，店铺的洗量较大，所以老板希望他能在凌晨继续清洗，赶上业务进度，这让汤医生彻底怒了。他见老板吼道：“你一天才付我200块的工资，我没日没夜的给你干了8天，才只有1600块，还得倒贴，就这样我还得通宵给你干活，我不干了总行了吧？你另请高明吧。”没想到老板回应道：“死番仔，你工作会害我一天损失多少钱吗？你知道吗？3500你还没扣满，更何况你每天在我这儿吃睡，这些钱我一天算你300，你还得感谢我呢。”老板话还没说完，便给汤医生来了一记重拳。喝了酒的汤医生再也忍不住了，他冲向了老板，把老板按在了地上，并伸手拿起一旁的拔钉器往老板的头砸了下去。老板娘见状，赶紧往店外跑，大概跑出50米时，被汤医生抓回，还是一记拔钉器，老板娘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汤医生彻底杀疯了，看着眼前老板2岁大的女儿哭个不停，他心里又害怕又愤怒，于是他不管那么多了，又是一记拔钉器砸向了小女孩。就这样一个怀揣梦想的有为青年，此刻变成了手染鲜血、身负3条命的杀人凶手。酒醒后，汤医生知道自己已经犯下了无可挽回的过错。那天傍晚，他鼓起勇气将昨晚的事告诉了哥哥，并在哥哥的陪同下来到了警局自首。笔录时，他哭得浑身颤抖，但从头到尾，他并没有一句话是给自己辩解的。相反，他表现得十分懊悔，所有的眼泪都给了被他杀害的老板一家。汤医生觉得自己一定要受到应有的惩罚。汤医生的事情在后来引发了社会的大量反思，舆论主要分成2派，一派人觉得汤医生十恶不赦，应当受到惩罚，而另一派人则觉得汤医生背后所引发的并不是刑事案件。试想，如果老板没有对汤医生一口一个死番仔的侮辱和对原住民的劳动上的剥削，结局还会是这样吗？所以他们觉得反映出的应该是原住民族群在社会上所承载的污名、歧视还有剥削。汤医生是当时不平等社会下的一个被害人。最后，为汤医生鸣不公的媒体甚至在报纸上刊登了枪下留人的报道，但就算这样，也还是无法抹灭他夺取了3条人命的事实。最终，他被判处死刑。1987年的5月15日，在法警的押送下，他步入了刑场。行刑时，他拒绝法医为他打麻药，并说道：“这是他需要受到的惩罚，这是他理应承担的痛苦。”就这样，19岁的汤医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随着汤医生一起离开的，还有台湾社会对原住民的不公和歧视。好了，今天关于台湾最年轻的死刑犯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记得点赞、评论、订阅。
我是阿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